巴基斯坦的内部局势就吃紧啊。那么印度这边呢，就有这个对巴基斯坦动手的迹象，这个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中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要帮巴基斯坦渡过难关。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巴基斯坦内部最主要的问题现在就是经济问题，然后会引发政局的动荡现在已经出现了像恐怖袭击像暴力事件这种不安定的这些问题。总之，巴基斯坦的政局现在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下去。很显然，这对周边和对整个地缘关系是不利的。而现在呢，巴基斯坦的军方就提出了，如果是巴基斯坦这种内乱得不到控制，并且进一步的升级下去之后呢，就可能引发外部的侵略战争，这指的就是印度嘛。所以现在的形势是比较危急的。那么巴基斯坦它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个是内部的政局不稳，另外一个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导致了它的经济上出问题。首先一个就是俄乌冲突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第二一个呢，像美国这种全球化的加息导致巴基斯坦的金融这方面的压力就非常的大，而且巴基斯坦现在是紧急向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呢去求救，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整个巴基斯坦这一年来的通胀已经上升到了40%，这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呢，应该说巴基斯坦现在的内部局势出现了危急的情况，这个也不为过。而现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没有什么出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军方提出来印度可能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设想，这种提法在逻辑上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是巴基斯坦的军方来把这个事态扩大，提出这一个更加这个恐怖的这么一个话题来在这个政治的博弈之中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是从逻辑上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回顾几次印巴战争，那就是印度它就是要趁着巴基斯坦弱的时候，它才发动这种战争的，这个也是合理的一种情况。不过从现在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印度这边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军事的调动和军事的部署，当然他们的有一些动作上来讲已经透露出一种端倪，而且从印度的内部也确实传出了一些消息，就是印度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也有这方面的评估和这方面的一些讨论。这种迹象也表明虽然说现在你还看不出印度在那边这个大张旗鼓的调兵遣将但这种可能性它确实是有的，关键是要看巴基斯坦这边的情况能不能稳定下来。那么如果说巴基斯坦这边真的再往下恶化下去，印度这边真的要动手要出事的话，那我们中国必须对巴基斯坦要予以这个帮助。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讲什么巴铁，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这个哥们义气，它不是的。我们关键是要从这个地区的安全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首先一个，巴基斯坦这边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个大盘子之中我们真的是要保持稳定的。另外一个，现在中东的和解进程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动，巴基斯坦是重要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中东的和解和巴基斯坦关系也非常的深，这个时候不能出乱子，而这时候一出乱子的话，那是美国最得利的。从我们中国的整个一个大布局的格局来看呢，保持巴基斯坦的稳定是我们处理周边地缘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入手的。你比如说，就是从安全方面，从军事方面的话，如果说是印度真的要有什么动作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西南边境进行一些军事调动，加强一些军事部署，这就非常有效的对印度形成了威慑，也对它起到了一定拉动的作用。印度它会三思而行的。第二一个呢，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已经打造出来的上合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来协调双方的关系来避免这种冲突，甚至是避免爆发战争。第三呢，我们和巴基斯坦可以有直接的合作，比如说在反恐方面的，在军政方面的合作，这就等于加强了巴基斯坦的力量，对稳定这个巴基斯坦的政局，以及避免印度有这种过激的这种蠢蠢欲动这种想法，那都是有帮助的。
第四呢，我们可以通过在中东和解的过程之中督促这个中东的力量建议这个中东地区对巴基斯坦实行一定的援助，因为作为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沙特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巴基斯坦，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个之间，我们尽量要让他们减少这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